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太空战是不是即将打响呢？无数的事实表明呢，美国对妨碍其实现利益的任何红线都是肆无忌惮，近地空间呢也不例外。因此，所有航天大国都在准备最坏的场景。整个20世纪是在太空军事化的威胁下度过的。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战略防御倡议之后呢，航天空间就沦为了战场。2023年4月，境外出现了几份关于太空军事化的报告，其中包括俄罗斯的专家发表的《太空中的军事斗争》一文。这些文件描绘了太空战的各种手段，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未来太空战的作战场景。各个国家竞相开展太空军事化的竞赛。苏联从迈出开发太空的第一步以后，就开始考虑反卫星武器。1968年首次毁伤了太空目标。俄罗斯继续研制了苏联时期开始的空基反卫星导弹，可以从米格31歼击机上发射。2021年的11月，俄军事部门宣布成功地进行了努多利核反导防空系统的反卫星导弹的试验，击落了1982年发射的处女地 D 卫星。2022年，俄罗斯的光线卫星成功地机动到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3颗卫星的附近。2022年的8月，俄罗斯的宇宙2558号卫星接近了美国国家情报局的 USA-326 卫星。俄罗斯在电子对抗领域成绩斐然。早在2016年，俄罗斯就开始在网络高塔上部署土地21电子压制系统，用来防护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免遭 GPS 制导的巡航导弹、制导炸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俄乌战场上，因为俄罗斯的电子对抗装备对 GPS 信号的压制，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捷弹可修正航空炸弹呢，经常偏离航向。华盛顿邮报报道，俄军使用了托波尔河电子对抗系统压制星链卫星，导致2022年10月乌军的星链系统出现故障。俄罗斯还研制了名为绣球花的陆基反卫星激光系统。美国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制携带常规或者是核弹头的专用的反卫星导弹。轨道快车项目研究了航天器接近的技术。2007年试验了捕获航天器的机械臂。不久前开始实施地球同步航天态势感知计划。2022年的1月份呢，美国的一组卫星接近了中国的2颗试验卫星。2010年起，美国试验了波音公司研制的 X-37B 空天飞机，在轨飞行呢908天，其军事用途显而易见。美国的通信对抗系统 CCS 可以用于压制地球同步卫星的通信。CCS 的升级版草地项目可以释放干扰，在局部地府内压制民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主动攻击方面呢，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一开始就提出要研制天基激光武器用于太空作战，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其他的国家呢，自然也不甘落后。印度进入太空竞赛5大国的行列。2019年使用 PDK Mk2 导弹摧毁了高度300千米的卫星。印度呢，已经研制出了进攻性的电子对抗系统，但是它压制卫星通信的能力还不详。印度还在研究激光器。法国也拥有反卫星导弹。2019年，除了在卫星上安装激光武器，法国的国防部长帕利还建议也安装机枪，以毁伤敌人航天器的太阳能电池板。2021、2022年，法国举行了代号紫苑 X 的太空军事演习，期间演练了抗击太空袭击。伊朗也有能力使用导弹毁伤卫星。伊朗成功地压制了美国空军和美国之音通过欧洲电信卫星组织卫星转播的电视信号。伊朗还成功地迫降了美国的 RQ-170哨兵无人机。很多人相信呢，要不了多久，太空就可能会成为新的战场。2022年3月，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罗戈金警告，对俄罗斯卫星的任何网络攻击将被视为开战。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如果美国及其盟友的商业卫星用于乌克兰的战斗行动，他们将成为合法攻击的目标。形势动荡不安，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决定越过雷池，开启太空战这一将导致不可预测后果的战斗行动，但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在参与太空军事开发国家数量激增、人类世界紧张程度加剧的情况下，应该是确立太空行动准则的时候了。2008年，在瑞士裁军会议上，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防止在航天空间部署武器和针对太空目标运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条约的草案。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不准备限制自己的太空军事化的野心，因为美国对航空空间、对地面不同红线的态度世人皆知。有理由认为，美国致力于太空军事行动，这一点毋庸置疑。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